婚礼前夕，我和未婚夫起了争执，他要拿我的嫁妆给他姐姐买房，还算计我家的财产，就连我和他在一起也是他算计好的。这种人真可怕，绝不能放过他。宝宝，那个彩礼能不能不要了？未婚夫程想拉着我的手哄道，眼神带着几分试探。我下意识皱眉。当初双方家长见面商谈婚事，未婚夫爸妈为了显出诚意，主动提出彩礼给18万。我爸妈考虑到他家条件不是很好，只要8万8就行，反正婚后也是给我带回小家，而且还允诺陪嫁66万，外加一套江景。我那未来婆婆红着眼，感动地拉住我妈的手，保证我嫁过去绝对不让我受一点委屈。没几天，男朋友他妈给我打电话说，未来大姑子被家暴，伤得挺重，住院花了不少钱，彩礼可能要少点了。我没有犹豫，救命要紧。当下表示以后大姑子也是家人，就说彩礼一丝一丝得了，钱不重要。未来婆婆直夸我做人大气重情义，没想到我的退步竟让他们一家觉得我软弱可欺。临近婚期，程想给我打电话说是有事想谈，我俩约在我公司附近的咖啡厅。程想一见我就局促不安，说话也吞吞吐吐。我性子直来直往，就问他怎么回事。程想有些不太好意思，拿着勺子不停地搅动杯里的咖啡。在我眼神示意下，他缓缓开口：我姐准备离婚，姐夫逼她带着囡囡净身出户，她带着孩子没地方住，能不能暂时在我们那住段时间？我有些诧异，他们家房子虽不大，但也是实打实的3室1厅，住4个人也是绰绰有余的。他们3个成年人带个孩子，你和我说住不下，何况新房是我爸妈给的陪嫁房，我这个女主人还没住进去，哪有让别人先住进去的道理？我把我的想法说出来后，程想脸色难看几分，但我没有在意。我爸妈身体不好，我姐带着孩子住那里的话，孩子闹腾，对老俩口身体不好。你多体谅体谅不行了，一家人没必要计较这么多。我一听，话里话外意思是不给住，是我太计较。见我脸色不好，程想放缓了语气，拉着我的手建议，那要不我们帮我姐买套房吧。刚好我二叔他家的小公寓要卖，我们买了送给我姐吧。我妈说只要65万，我们付个全款，我姐肯定很感激咱们的。听他一说，我用力抽回手，脸色冷了下来。程想是个公务员，1个月工资4300，平日里非常节俭，不抽烟不喝酒不泡吧，下班就回家，洗衣做饭手到擒来。平心而论，从性格到长相，程想绝对算是个优质男人了。当然，前提是没有重重伪装。如果让我知道现在才是他真实的样子，我连面都不会见。当初我通过邻居阿姨介绍才认识他，来往一段时间后，觉得像他这样的好男人太稀少了。更重要的是，我脾气不太好，还是个黑暗料理大师。我爸妈时常说，找对象一定要找各方面能互补的，日子才能过得下去。在邻居阿姨的极力撮合下，我答应交往试试。这2年，他作为男朋友算是合格。直到最近，我们准备谈婚论嫁。为了能更加了解彼此，程想提出同居，我当然没有异议。下意识的，我已经把他当未来丈夫看待了。同居后，褪去恋爱时的光环，我才发现他并没有想象中的那般好。无所谓，每个人都有缺点，想找完美男人就去小说里找得了。哪怕他月工资4000多，也要留给父母2500，我也没介意。平时出去约会吃饭的钱，大部分都是我出，这也没什么。谁说恋爱就必须得男人花钱？他用自己的钱孝敬父母也无可厚非。婚前财产他有权利处置，但他家现在连彩礼都拿不出来了，拿什么给他姐买房？让我最为生气的是，他二叔那小2室的公寓卖的话也就50万顶了天。他家的意思是让我花高于市场价的钱给他姐买套房，还顺便让他二叔捞一笔。我是不计较，但不是傻。我这人有个缺点，和人交往能让步，但绝不能退步。
如果程想姐姐真有困难，我能帮会帮，不说二话。当然，我没有当场撕破脸，还是想确认一下这是他的想法，还是程家一家子商量后的方案。我直觉是后者。程想看我的眼神没了往日的温情，似乎责怪我不懂事儿。我强压心里的怒火，努力控制想把咖啡泼到他脸上的冲动。那是我们的婚房，如果你姐怕影响老人家休息，我们可以出钱给你姐租个房子。至于你说的买房，你家如果能拿出65万给你姐买房，我也没意见。程想脸色青白交加，他抬起头，略带讨好地摸摸我的头，这不是还有你吗？都是一家人，我姐也是你姐呀，你忍心咱姐过得那么惨吗？不，那是你的家人。我声音不由得提高几分，咬着牙一字一句地回道：我们现在仅仅只是未婚夫妻关系，我活了20多年，没吃过你家一口饭，花你家1分钱。你让我掏空家底去帮你姐，你觉得合适吗？还有，我说可以出钱给你姐租个房子住，也只是短时间内缓解一下你姐离婚后的压力，时间太长也不可能，人都是要依靠自身的。当然，你想帮她我没有异议，但不要拉上我。想要我掏出所有嫁妆是不可能的，我没钱。程想脸色一变，唰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，指着我愤愤不平。都是一家人，你让我姐带着孩子出去租房住，就太过分了吧？她都那么可怜了，现在带着孩子净身出户，没钱没房，你这个做弟媳的还落井下石。她的举动瞬间让我成为重点，大厅里的人都朝我看了过来，我感到有点不自在，下意识地想拉程想出去谈。谁知往日对我言听计从、疼爱有加的男朋友用力甩开我的手，脸上带着几分嘲讽：怎么，你也觉得自己丢人了？这一刻，我的火气再也压不住了。我有什么可丢人的？你姐的遭遇我很同情，能帮的我也愿意去帮，但要我全款给她买房是不可能的，我爸妈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。还有，婚房是我爸妈给我买的，我给不给外人住是我的权利。呵呵，我姐是外人。你说的是人话吗？房子对你来说就这么重要？我冷笑，不重要，你跟我在这要求给你姐买什么房？程想呼吸一滞，顿时哑口无言。气氛一时凝固，过了好久，一道闷闷的声音传来：在你心里是不是一直没看得上我？我放下池子，反问：你会和你不喜欢的人交往2年？就是一套房子而已，对我们来说不算什么，有什么能比人重要吗？程想还不想放弃，试图说服我。我知道他和他姐感情非常好，但帮人也得量力而行，有个底线。可他明显不明白。不，也许他自始至终都知道，只是我不明白罢了。但现在的我已经看清了他的为人，任他如何说破嘴皮也不为所动。眼见我态度坚决，他的表情再也绷不住了。程想重重地放下手中的杯子，杯子与餐桌碰撞的声音再度引起周围的人侧目。不就嫌我家条件不好吗？我没想到你是一个这么物质的女人。既然这样，我想我们也没有结婚的必要了。我没想到他竟然还会要挟我。我紧了紧拳头，真想一巴掌扇过去。如果婚姻是需要女方付出全部，不求回报的话，那我不要也罢。说罢，我拿起包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回家路上，我给爸妈发了个视频，说取消婚礼，并将刚才和程想的对话说了出来。他们非常支持我的决定，还让我不用担心，家里的亲戚他们搞定。我忍住鼻腔里的酸意，挂了视频。刚到家没多久，程想他妈就打来电话。我听程想那孩子说你们吵架了。哎，两口子别总吵，有话好好说。这事儿小想是有些过分了，虽说咱是一家人，但结了婚还是以小家为主啊，是吧？我刚觉得程想他妈还算明事理，下一秒现实就给了我一巴掌。只听他话锋一转，我和他爸一直很忙，两孩子相差6岁，想儿从小也算是他姐拉扯大的，有句话叫长姐如母，给自己母亲孝敬点也没什么。你说是吧，倩倩？平地一声雷，特么谁家把自己姐当妈供着？
我脾气好，但不代表我是个软柿子，当即对了回去。阿姨您说的对，程想该孝敬的孝敬，就是把他姐当菩萨供着，我也没意见。程母听了不太满意，我给她的印象一直是非常好说话的。当初第一次上门，我和我爸妈非常重视。我打电话问程想他爸妈和姐姐都喜欢什么。程想说他妈虽然年纪大了，但就喜欢小姑娘喜欢的玩意儿，特别是包包。他爸就爱喝酒，是个老酒坛子了。我一想，每次去他家，程想他爸都不怎么爱说话，唯有在饭桌上喝几杯酒话才多几句，而且话里话外都是跟酒有关。我特地央求我妈陪我去买了2款香奶奶包包送给程想他妈和未来大姑姐，还带了1箱五粮液送给他爸。我到现在都还记得程想他妈开门时的眼神，从头到尾将我打量一遍，在看到我手中提的香奶奶礼盒时，才有了几分真心实意的笑。他客套了几句后，便有些急迫地接过我手中的礼物。我有些尴尬，坐在沙发上客套地笑笑。可程母下一句让我脸上的笑容僵住了。他当我的面打开礼物，评头论足，不时地挑剔。这个包的款式太老气了，不太适合我。说完拿走我手机捣鼓几下，看这个挺适合我的，你大姑子喜欢颜色鲜艳点的，衬它。像这件我们都喜欢。一套操作下来，我的购物车多了7件，账单13万多。程想在一旁象征性地埋怨了一句：妈，倩倩第一次上门，你别逗她了。呵呵，阿姨和你开个玩笑。程母干笑着解释。我纵有不悦，但作为第一次上门的客人，实在不想过多计较。何况那是程想亲妈，总得留点情面。所以为了缓解尴尬，我下意识打个圆场，没事没事，难得阿姨喜欢，也算是晚辈的一点心意。而且也就10几万，这只是我银行卡的零头而已。所以我没在意，接过手机付了钱。程母乐开了花，直夸我会哄老人家开心。程想也悄悄地附在我耳边夸我大气，我笑了笑没说话，但对他家人的印象分降低不少。回家后，我妈还安慰我以后结婚了也不会住一起，无所谓了，我便没再放心上。从小到大，我家里条件不算很好，但也富裕。我是独生女，爸妈在邻市经营一座度假村。2年前我大学毕业，这俩口子生怕我找不着工作，给我投资一笔钱，在本市开了一间中介公司。刚巧碰上房地产大火的时候，全国房价跟坐火箭似的蹭往上涨，公司也在那时挣了不少钱，又扩大了规模，开了2家分店。后来经营的事情太过繁杂，我托我爸从他的度假村找来一个助手帮我，而我平时就负责财务上面的事。心血来潮时还会跑市场，过得倒也是滋润。这些程想都不知道，他一直以为我就是中介公司的小会计。他家条件不太好，程想家姐弟2个，姐姐高中没毕业就出门打工了，不到2年便结了婚。而他父母都是厂里的普工，攒了大半辈子的钱，才在本市安身立命买了一套房。这套房的贷款目前是程想在还。程想心思有些敏感，我担心让他知道真相后，让他产生自卑感。本来打算在结婚夜告诉他这一切，但现在我庆幸没有让他知道真相，否则他们一家非要趴我腿上吸血不可。这通电话有些不欢而散。程想他妈的意见是希望我拿出嫁妆的65万帮大姑姐买下房子，一是感激大姑姐对程想的付出。她一个刚满18岁就结婚的女人，付出了什么我不清楚。二是他家二叔当年救过程想一命，高价买了他房子，既是还恩也是给自己充脸面。他老程家找了个好儿媳，句句给我贴金，字字都在坑我。程家想以爱的名义绑架我，卷走我的钱，也得看我乐不乐意。见我态度坚定，程母语气缓几分：你和小想就快结婚了，这闹僵了，小想不想结婚了怎么办？你跟了我们小想2年了，传出去名声也不好听，女人家呀，就这方面容易吃亏。这样，你就先假装同意轰轰小想，这事儿以后再说。我皮笑肉不笑，
拿名声来威胁我。很好，省了我一番口水了。第二天一早，程响打来电话，我忍着脾气打开手机录音。我从来就不是恋爱脑，混迹知乎好几年了，也知道这种事通常不会善了，保存好必要的证据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。电话一接通，程响就迫不及待地道歉：倩倩，昨天是我冲动了，对不起。我收敛了火气，笑了笑，装作若无其事。程响见我态度缓和，以为我想通了，他试探问：我和我妈说的事情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我揉了揉眉心，装作一副心软的样子：你们提的要求太为难我了，我爸妈这辈子攒点钱也不容易，我这一结婚全贴给我了，老俩口一分没留。我知道，但你是要嫁进我家的，给我姐买套小公寓只是花了你陪嫁的钱，咱不是还有套大房子吗？面积太大，我们俩也住不开。我查了，那房子能卖个800多万呢，我们到时候买个小点的房子钱还能有剩呢。我不敢相信这厚颜无耻的话是怎么从那张嘴说出来的，心下更坚定自己的决定是明智的。还没进门，新媳妇儿的嫁妆就被分得明明白白。我当年是怎么看上他的呢？纵然有长辈的撮合，但说句心里话，我对他也是有真感情的。当初第一次认识时，邻居阿姨帮我们约在咖啡厅，碰巧我大姨妈提前，而我当天穿的是卡其色长裤，斑驳的血渍沾满裤子，我恨不得拿包包捂住脸遁走。程响拿外套披在我身上，扶着我进卫生间，还嘱咐我等他。过了一会，他满头大汗地递过来一件手提袋、姨妈巾和换洗裤子。程响红着脸解释：我让店员帮你选的，你放心。后来很长一段时间，只要一回想，脑海中就全是他红着脸拼命解释的羞涩模样。我们开始频繁接触，每天晚上抱着手机，总有聊不完的话题。下雨他会给我送伞，饿了给我点外卖，熬夜加班时也会送来一杯温度适宜的奶茶。我的生活处处有他。2个月后，我们确认了恋爱关系。曾经某一瞬间，他对我的细心宠溺，仿佛让我看到我爸的影子。因为这些事是我爸这20多年来一直对我妈做的。我想，陈倩，你可真幸福。有的人穷极一生也没找到自己的灵魂伴侣，你一下就碰着了。程响的踏实让我在他求婚时毫不犹豫地点了头。我真的很想陪他携手步入婚姻。还好他在婚前没有忍住，自己撕开了那层伪装。现在想想，只觉得一阵恶心。我爸对我妈是一心一意，连个私房钱都不会藏。纵使这么多年被我妈各种欺压，也只会说一句：你妈开心就行，别的不重要。拿这么个玩意儿和我把鼻，我都觉得是侮辱。既然下定决心要分手，我自然多了个心眼。他们一家能这样算计我，不就是依仗我和他婚前同居了吗？对他们来说，女人失了贞就好拿捏了，可对我来说，那只是一层膜罢了。现在妄想用这个破我，算盘打错了。我假装不太情愿，可我爸妈那我不太好交代呀。那是给我们的，我们自然有权利处置。何况你爸妈不还有套房子吗？我一朋友说了，你爸妈住的那别墅可是值3000多万呢。我想这点钱他们肯定不会介意的，你可是他们唯一的女儿啊，你爸妈还得靠我们养老。放心，以后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。程响语气带着几分急切，似乎笃定我会同意。不过我是真没想到他连我爸妈住的房子都惦记上了，属实有些不是人了。见该套的话都套了出来，我也不打算再和他多废话。距离婚礼还有1周，我想速战速决，快刀斩乱麻。我声音冷了几分，对面的程响还在喋喋不休地讨论着以后怎么把我爸妈那套房子卖了，到时在这个城市再买套大别墅，一大家子都住一起，他姐姐也搬过来帮我们带孩子，这样也能让我轻松点。明面上是为我好，实际是把我家从上到下吸的连个骨头渣子都不剩。说到兴奋处，还大言不惭让我爸妈掏出养老钱支持他创业，开个物流公司，他就当个幕后大 boss。我说物流公司不是那么好开的，你得有人脉。
他毫不在意，说那是员工的问题，他一个老板还能身兼两职呢。公司可不养闲人，他只要安心当个老总就成。惊得我差点扔了手机，这就做起了物流公司老总的梦。你怎么不上天呢？这还是和我谈恋爱时的那个人吗？现在连装都不愿装，把贪婪全都摊开摆在我面前了。越往下听，我的火气越大，终于忍不住了。拿到想要的东西后，我不再哄着他，把他骂得狗血淋头。你家是想靠娶老婆发家致富吗？程想听出我语气的不满，连忙解释开玩笑的，想逗我开心。你觉得很好笑？自己没本事，算盘倒是打得响。合着你程家一大家子就打算让我们养着了？你们可真敢想！我看你的脸皮里3层外3层的，少几张应该也没关系吧？长得跟二维码似的，我不扫一下都不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。倩倩，你说什么呢？说我特么眼睛有毛病，没看出你不是人？老子要退婚，你爱做梦就做个够！我卯足全力对了回去，然后电话拉黑了他，连他家人的电话微信都拉黑了。第二天一早我就回了家。我爸他们已经给程想父母打过电话通知取消婚礼，虽然他们不同意，但彩礼他们没有给，婚纱照是我付的钱，酒店定金也是刷的我的卡，所以也没有什么讨论的东西。我打了电话把预定的酒店退了，虽然损失了1万块定金，但也算是破财消灾了。然后我爸妈也通知了所有亲属取消婚礼。好在我们这边的亲戚比较开明，直言这种家庭嫁过去就是给自己挖坑，纷纷支持我的决定，这也无形中给了我底气。这几天我们没有再联系过，直到约定的婚礼当天，天还蒙蒙亮，我那在外遛狗的大姨给我妈打电话，婚礼不是取消了吗？咋又准备上了？原来我大姨在小区门口附近看到坐在婚车里的程想，以为我俩死灰复燃了，恨铁不成钢的打了这通电话。我妈一脸懵逼，细问之下才知道程家够不要脸的，开了8辆婚车打算来接亲。我特么都提分手，还拉黑他了，还能干出这种事？当下我爸妈坐不住了，打算找程家理论去。我拉住了他们，脸上有些幸灾乐祸，他们要接就让他接呗，反正和咱们没关系。我准备打电话给物业，让他们不要告知我们楼栋信息。正巧刚接通物业，就迫不及待地问：陈小姐，您家今天办喜事吗？有位程先生自称您未婚夫，说是来接亲的，还问我们您的户号，我们需要确认一下。听管家的声音带着几分诧异，似乎快忍不住笑了。也是，哪有接亲的新郎官不清楚新娘子家的地址？纯纯的脑子有病吗？我也不清楚这帮人想干嘛，我可没对象。如果对方找麻烦，你们就报警，可千万别放进来。不一会儿，我大姨发来视频，程家接亲队伍在小区大门和物业起了冲突，10几个保安并排站在起降门处。物业经理和他们说了我刚才的话，并强硬地表示再闹就要报警。程想只能黑着脸带着一帮男女老少离开。我妈见他们离开，以为对方就此打住了，万万没想到程家的骚操作还在后面。临近午后，我和程想一共同朋友给我发来视频，问我什么情况。视频中，酒店里和荧幕上摆满了我和他的婚纱照，他穿着一身新郎服站在台上，面容哀愁，对着坐在下面的宾客解释：今天是我和陈倩的婚礼，可惜他出了点事来不了。程想手拿麦克风对着台下说道，话里言辞恳切，情感饱满的说了一大堆，完后抹了把泪，故作坚强。我坚持办这场婚礼，就是想让倩倩知道，无论疾病还是生死，都不能将我们分隔开。在这心里，你永远是我程想名正言顺的妻子。倩倩，我爱你。我黑着脸看完这近10分钟的视频，额间青筋乱跳。残存的理智告诉我，杀人是要坐牢的，为这种人不值当。我咬着牙将前因后果解释一遍，然后给程想打了电话。刚接通，程想就深情地喊了我名字。我压下胃里的不适感问他，视频我看到了，你们想干什么？
今天是我们的婚礼，现场你喜欢吗？都是你爱的香槟玫瑰。我们已经分手了。我压住怒火回道：我们挑个时间去领证吧。这周六怎么样？程想自顾自地说着，像是听不到我的话。我气急骂道：你有病啊！程想轻笑出声：是啊，我病得不轻，而且你是我的药。倩倩，你不能离开我。我们已经结束了，听懂了吗？分手了。那是你说的，我没同意。程想沉默片刻，缓缓回道：我不怒反笑，跟我在这耍无赖是吧？我也会。行，你爱怎样就怎样，我们没有领证，在法律上半毛关系也沾不上。我挂断电话，直觉告诉我，程家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我要提前做好准备，防止被动。我联系了4家侦探调查程家所有人，连程想的前姐夫也没漏下。又找了律师咨询，律师告诉我，对方行为虽不合法，但构成侵权。如果没有得到本人的同意，私自公开婚纱照的照片，这属于侵犯了个人的隐私权，是有权利报警让对方配合澄清的。可一想到程家滚刀肉的样子，心里清楚这招没什么用。看来只能等4家侦探有没有可用消息了。这一次通话不欢而散，自此我的手机便没消停过，每天不同电话打过来，一接要么是程母不堪入耳的谩骂，要么就是程想幽怨的声音，问我什么时候去领证。我将这些都保存下来，留作证据。生活总是这样，不能让人处处都满意。我过得衣食无忧时，派了个程想搅和我愉快的日子，临了让我卷入这恶心人的糟心事。这天，一朋友给我发来几张截图，直截了当地问我照片上的人是不是我。我两眼发黑，不顾形象地大骂了一声程想这个龟孙，黑心眼。虽然照片上的人都打了马赛克，但熟悉的人一眼就能认出是我。结婚当天临时加价，男友无奈含泪离场，配图是他们一行人在我们小区被物业阻拦的照片，还有一个1分钟左右的视频。了解真相的朋友们气得差点把手拍烂，直言程想人品有问题。更有性子直的朋友想替我给程想几个大笔兜。婚礼提前解除的原因我并没有细说，只为了给2家留点面子。亲虽然结不成，但也没必要成为仇人。可我真的高估了程家一家人人品了。随着网络发酵的越来越深时，程家人也接受了采访。程想那个看起来老实巴交的爸爸对着镜头含糊其辞：我还是挺喜欢倩倩这个孩子的，长得漂亮，会说话，只要她愿意，我们程想还是会娶她。程想他姐程美美抱着孩子垂泪，嘴里嘀嘀咕咕的：怪我离婚后还赖在娘家，惹人眼了。可这也是我的家呀。说罢摸了把泪，只要倩倩回来，我立马带着孩子搬出去。底下骂声一片，全是对我恶意满满的咒骂，似乎通过这段短视频就给我判了死刑。什么家庭？卖女儿呢？这是镶钻了吗？我看看人丑想得美，得看我女神洗洗眼了。长得漂亮又能怎么样？心是脏的。势利眼，脸真大，还没过门呢，就想将人家亲生女儿赶出门。是啊，楼上说的对，人品有问题，随着事件的热度增高，且丝毫没有消下来的趋势。程想还在微博上写了篇小作文，暗射我嫌贫爱富，瞧不起他家穷。片尾还让大家放过我，千万别人肉打扰了我的生活。这茶意满满的小作文不到2小时，点击量就破了1万了。紧接着我被人肉。虽然几个共同朋友在网上给我澄清，但无异于石沉大海，很快便被骂声掩盖。我截图后咨询律师，他让我把准备好的证据给他看一下，然后安慰我，让我不要着急，先让热度再发酵几天。我爸妈担心的不行，2人干脆搬来和我住一段时间，生怕我压力过大想不开。我笑着把律师说的话告诉他们，让2人放了宽心。打蛇打7寸才能命中要害，等热度居高不下时，才是引爆舆论的最好时机。这中间，程想换着号给我电话，我接通后便又打开录音功能。
他在电话中极尽所能地希望我原谅他，并表示他只是想澄清网上的不实言论。没想到网友歪曲了他的意思，他很自责，希望我能放下以前的矛盾，重新和他在一起，这样谣言自会不攻自破。我从没想过，能有一个人能再三颠覆我的三观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他，而他一句无心之失就让我名誉扫地，声名狼藉，最后再逼着我没有第二条选择。我在想，程想以为我就是个没钱没势的普通女孩，只要他动点手段，我就只能对着他摇尾乞怜。他想错了，我报复起来也会让他犹如丧家之犬。我挂断电话，就将他逼我给他姐买房，以及纵容网友网暴我的证据实名发给了他的单位，并公开举报他作为一名公务员，在明知双方解除婚约关系的前提下，对我本人和家庭进行骚扰，并在网络上发一些带有引导性的言语，对我网暴且不澄清，对我造成极大恶劣影响。不到2天，他便被停职调查。我想他们一家肯定气急败坏了。他换手机号给我电话，质问我为什么这么做。我冷笑着回：一报还一报。气急之下，他开始口不择言：我当初就该再加把力，把你摔成残废，你就离不开我了。不过现在也不迟，呵呵，你给我等着。我的大脑顿时发懵，心脏像被人狠狠拳紧，无法喘气。我本不想谈恋爱，比起那些情情爱爱，搞钱更令我开心。而让我改变想法，源于一个意外。和程想在确定恋爱关系前，有一次在外面和朋友吃饭，席间我们都喝了点酒。离开饭店时，我酒精上头，整个人也有些晕乎乎的。我叫了代驾后便想取车，可是当时停车场路口出了意外，只能从地下商场另一侧通道过去。在下楼道时，不知怎么回事，失足摔了下去。在我抱着腿痛的浑身站立时，遇见了程想，他二话没说，抱着我便打了车赶去医院，挂号、缴费、办理住院，亲力亲为，连同房的病友都羡慕地夸这个男朋友会照顾人，有责任心。之后的2个月里，他包揽了我生活的一切，也是发生这件事，才让我彻底敞开心扉接纳他。如今看来，这一切都是有预谋的。我死死蜷紧手机，指尖毫无血色。我没想到程想的心机这么深，早在2年前就开始算计我。这种人太可怕了。我将录音发给律师，并将猜测告诉了他，可惜律师说仅凭一句话无法定罪，还需要更多证据补充。可是以程想的心机，怎么可能透露更多？何况事情过了这么久，视频早就被覆盖。我绝不会忍气吞声的。我之前一直按兵不动，就是为了快刀斩乱麻，永绝后患。事实上，事态也按我所想的那样急速发展。这帮媒体人为博流量、吸引大众眼球胡编乱造的能力，真是一再刷新我的认知和三观。什么女友车祸变植物人，痴情男友独办婚礼只为唤醒爱人，植物人女友痊愈出院，无情踹开痴恋男友，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成了植物人，程想还成了痴情男友。真应了那句网络神句：人生无常，大肠包小肠。人心浮躁的社会，本来应该更需要一些沉得住气、耐得住寂寞、坚守得住信仰的媒体来做中流砥柱。可总有一些为了捞取流量、罔顾事实的无良媒体，在金钱名利的诱惑下，怕是早已经忘了媒体人的初心和使命。怎么赚流量怎么来，怎么吸人眼球怎么写，完全不在意会不会给别人造成麻烦，让无辜的受害者们被不明真相的民众网暴。那些标榜维护社会正义、为人民提供正能量，可没经过走访调查，仅通过程家几张嘴就给我判了死刑。律师截图起了10几封律师函，给那些流量不小的自媒体大 V 发了过去。这时，侦探社那边与我对接的工作人员给我发来几份资料。我认真看完后，才弄明白为何程想迫不及待地撕破了伪装。这根本就是一出狗血无比的家庭伦理剧。事情源头起于我那前大姑子程美美，婚内出轨丈夫的亲堂弟，还被上门送东西的婆婆抓奸。
顿时天崩地裂，天倒地塌，三家闹得不可开交。程想他妈也是个大奇葩，女儿婚内出轨不骂，反倒指责女婿不中用，连自己女人也管不住。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。程美美丈夫刘文祥二话不说，上去就几个大笔兜，把程美美打得像个猪头。老实汉子一秒化身恶毒反派，威胁赔偿他50万精神损失费，否则就上程想单位闹，让他铁饭碗不保。程想他妈顿时被掐住软肋，灰溜溜地带着女儿外孙女回了程家。事情闹成这样，程想他爸借口有事，全程都没出现。刘文祥3天一小闹5天一大闹，不给这笔钱誓不罢休，还嚷嚷着要给女儿做亲子鉴定，怀疑他给别人养了野种。然后程家将算盘打到我头上了。我在想，或许我还是低估了程想的心机和手段。如果他不知道我的家庭背景和条件，为何费尽心机接近我？如果仅仅是喜欢一个人，没有必要使用这么卑劣的手段，毕竟当时我对他也有好感，只要再多点耐心和时间，一切都会水到渠成。所以我更倾向于他早就清楚我的家庭情况，一切都是设计好的，而他千算万算，漏掉了他那不甘寂寞的姐姐和贪婪的姐夫。有笔者说，世人皆说退一步海阔天空，但即使是退，也不能让对方得寸进尺。我们这一生，先要护好自己，然后才是与世和善，尽力周全。当你还心存善念，而对方却步步紧逼时，你做任何反击都可以无愧于心。待律师告诉我时间到了时，我将所有证据按照时间线对比他们一家在网上的发声，一一提起了反证。吃瓜群众在线断案，很快舆论便开始一边倒。不过现在是换方向了，程想一家终究自食恶果。然后更多的内幕被扒出来，让人匪夷所思的是，程想他妈竟把自己坑了进去。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我爸那个大聪明。程想他妈竟敢私下联系我爸，以帮我澄清为由勒索100万，否则让我身败名裂。我爸乐呵呵地成全了他，当场把钱赚了过去，反手一个报警电话，十足一个猪队友了。当民警将程想他妈以敲诈勒索的罪名带走时，程想的脸色难看至极。证据齐全，他们一家无可辩解。曾经落在我身上的伤口，如今100倍1000倍地反噬了回去。程想纵使靠心机手段抽身事外，但却没了工作。程母进去踩缝纫机，程美美净身出户，1分钱也没落着，还要赔偿她前夫哥20万，因为孩子真不是她的。这一波瓜真是让网友大呼过瘾。1个多月后，程想给我发了短信，承认他在和朋友去我爸妈的度假村玩时见过我，当时他便起了心思。后来花了2个多月的时间，利用别人当起介绍人。为防计划有变，也担心我会和别人在一起，他走了一步险棋，可惜被他姐姐这个变数破坏了。程想还说他们姐弟俩自小感情深厚，所以听到姐姐出了事，他才乱了方寸，想利用我去帮助姐姐。如果再来一次，他还会这样做，只是下一次我便没那么好的运气。看完信息那一瞬间，我感到后背阵阵发寒。如果不是他关心则乱露出马脚，我肯定不会轻易的全身而退。可惜不能让程想也进去踩缝纫机，让我无比遗憾。不过他已经社死了，也多亏他们一家出的馊主意，想通过网络来打压我，结果反噬其身。我也效仿他们，雇了几个水军，每隔2个月便将所有证据、聊天记录挂网上曝光，加点热度。而他的档案和履历都将带着污点跟随他一辈子，国内已经容不下他了。3年后，我结了婚，和先生有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。某一日，受邀参加朋友的婚礼，酒杯碰撞间，听一桌友说程想坐牢了。原来他在程母入狱后，独自去了北方的城市，利用外貌优势在夜店傍了个40多岁的富婆，后来又不知怎么勾搭上了富婆的独生女，两头瞒，两头获利，还天天对人女孩子吹枕边风，想和人领证。可人家有钱人摆明只是玩玩而已，谁会对一个风尘场的男人有结婚的想法？
有钱有颜独美不好吗？结果可想而知，纸媒包得住火。成想不仅人财两失，还被富婆母女俩设计背了一身债，少说也得蹲个7年。我啧啧称赞，姜是老的辣呀，他终究还是把自己送进去了。